多家外媒1月31号爆料，美国政府正在酝酿对华为的新禁令。此次全面打压有哪些内容？来看看报道。 据悉，美国政府已停止向美国企业核发向华为出口产品的供货许可证，正考虑切断美国供应商与华为之间的所有联系，禁止包括英特尔、高通、超微半导体公司等公司向华为提供任何产品。这意味着美方或以行政手段将华为强行排除出美国企业的客户名单。 美媒爆料，断供华为的内容将扩大至5G 级别以下的产品，例如4G 设备、第6代和第7代无线网络技术、人工智能以及高性能计算和云项目等。多名熟悉美国出口许可证申请的人士表示，美国企业目前仍在向美国商务部申请对华为出口产品，但近期部分申请的批准遭到拖延，各方仍在等待进一步更明确的消息。截至目前，华为公司未直接评论相关报道。 但华为常务董事余承东当天在微博中表示，创新技术来之不易，华为将不惧挑战，坚持投入研发，不断攀登向上。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应询时表示，中方正密切关注有关动向，坚决反对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滥用国家力量，无底线、无理打压中国企业。这种做法违背市场经济原则和国际经贸规则，有损国际社会对美国营商环境的信心。 是赤裸裸的科技霸权，中方将继续坚定维护中国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外界注意到，4年前美方将华为列入所谓实体清单。对于美方动用国家机器打压一家企业的经济胁迫行为，国际舆论看得很清楚。 日本时报评论称，华盛顿一直在利用经济工具实现外交政策目标，向北京施压。为了在与中国的竞争中胜出，甚至不惜扭曲自由贸易原则。在科技政策上、对华打压政策上，它这个两届政府包括府会都是一致的，就是要不断的去打压中国，去阻碍中国经济发展的这样一个步伐。其实美国并没有把科技问题仅仅看作是一个简单的科技问题或者是经济问题，而是上升到了一个国家战略的一个高度、战略层面。 中美大国竞争和博弈的这样一个角度，所以说的这一点一定还会继续去做的。值得注意的是，几天之前，美国、荷兰、日本3国还就限制向中国出口部分先进芯片制造设备达成协议。此外，还有消息指，美国和印度正启动关键与新技术伙伴关系。 但半导体巨头美国应用材料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加里·迪克森认为，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完全独立建立起完整的半导体生态系统。美方强推半导体产业脱钩断链，只会加强中国企业自力更生的动能。原来他对华采取的是小院高墙的策略，科技大院，对吧？他去不断的扩大这个小院和高墙的一个边界，但是现在他要和美国和西方，包括日本、欧盟，他要采取的是要把高墙相连、小院相通，就共同构建这样一个非常广泛的一个排华的一个科技体系。所以从这一点上来看，我个人并不是很乐观。 外界注意到，在推出多项高科技脱钩断链措施的同时，美方还不断高调炒作国务卿布林肯将于2月上旬访华的议题。对于此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中方始终按照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3原则发展中美关系。同时，我们坚定不移捍卫自身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美方不能一边谈沟通、谈合作，一边干涉中国内政，损害中国利益。 对于布林肯即将开启的中国行，美国媒体期待很高。美国国务卿上一次到访中国还是2018年10月，时任国务卿蓬佩奥访问北京。特别是在去年8月佩洛西窜台后，中方宣布暂停中美8项合作作为反制，迄今尚未恢复。美国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科比表示，布林肯此访希望寻求与中国恢复或再次激活这些合作。这是很多年以后的美国高官第一次访华，那我觉得 这个意义还是非常重要的。第一个就是去年年底的时候，中美元首在巴厘岛会晤，是确立了稳定的中美关系的基本共识。那这次布林肯来，我觉得主要的一个目的就是落实两国元首的这样一个共识，是具体去实施，这是第一种目的。那第二个呢，我觉得是在美国对华战略调整的这样一个背景之下，要竞争和合作嘛，对吧？那这个时候它也是要管控危机的，因为冲突和对抗的中美关系其实也是不符合美国利益的。 所以说，他要为中美关系去加装一个防护栏。那么第三个呢，我觉得，第三就是在中美之间，因为中美是世界第一、第2大经济体，在全球是有共同的责任
去处理一些全球性的一些事务，包括一些地区的热点问题。值得警惕的是，当前拜登政府在对华问题上表现出了两面性。一方面，美方不断摆出对话的姿态，强调要为中美关系建立护栏；另一方面，则在涉台、印太战略以及高科技产供链等多个领域不断挑衅。拜登政府这种两面性被美媒戏称为蛋糕主义，就是什么都要，什么都要来一口。美国耶鲁大学高级研究员罗奇不久前发出警示，如果美中仍然争端不断，那么双方解决重大全球问题的能力将严重受限。美方应该明白的是，任何时候世界都有竞争，但竞争应该是相互借鉴，你追我赶，共同进步，而不是你输我赢，你死我活。搞盲目反华是行不通的。智库机构美国昆西国家事务研究所东亚项目首席主任迈克尔表示，布林肯需要与中国重新接触，并与中方讨论如何改进危机预防和管理的工作，这在中美关系中从未如此重要。台湾政治大学卢业中教授也在受访时分析，布林肯将在2月初访问北京，意味着两国仍有意维持沟通管道顺畅。加上美国是今年亚太经合组织会议的主办国，相信华盛顿处理对华关系的态势仍会维持一定稳定性。2月1号，《人民日报》钟声发表题为“中美必须找到正确相处之道”的文章，指出，中美必须找到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为变乱交织的世界增添稳定性，为促进全球经济疫后复苏、应对气候变化、解决地区热点问题等发挥大国作用。新年以来，解放军继续在台海进行常态化巡航。台防务部门1月31号公布，过去一天共34架次解放军军机、9艘次军舰持续在台海周边活动，其中20架次军机从12处不同地点飞越所谓海峡中线，被岛内媒体形容为极不寻常。解放军舰机此次大规模协同战巡台海，传递怎样的信息？又呈现出哪些新特点？来看看报道。根据台防务部门公布的航迹图，1月31号当天，34架次巡台的解放军军机中，有20架次飞越了所谓海峡中线及其延伸线，进入台所谓西南空域，包括2架苏30战机、2架歼11战机、4架歼10战机、6架歼16战机、1架 BZK005 无人机、1架 BZK007 无人机、1架运8电子干扰机、1架运8反潜机、2架运8电子侦察机。岛内舆论表示，这是解放军军机首次派出主力战机从北到南12处穿过所谓海峡中线，是历来最密集且位置最多的一次。而9艘次解放军军舰在台海周边活动，也是继去年8月30号围台军演后数量最多且最大规模的一次。这一次不光是说所谓主力战机的数量、质量，包括我们说有人无人机的配合、战斗机和其他的这个类型的军机之间的配合呢，应该来讲它的实战化的色彩是很浓厚的。而且呢，我们也看到这个从苏30到歼11，再到歼10，再到歼16，那么这些战机呢，其实已经代表了整个印太方向在这个3代机上面的这个应该是最强的实力。我们是有信心去维护我们的国家的统一，维护我们的这个领土完整和主权。深圳卫视注意到，解放军这次在台海周边大规模活动，距离上次在台岛周边海空域组织诸军兵种联合战备警巡和实战化演练不到1个月时间。1月8号，由解放军东部战区组织的演习呈现出多个新特征，也曾引发台湾舆论高度关注。无人机就是新特征之一。岛内媒体认为，无人机在解放军演习中扮演了关键角色。从台军公布的解放军军机航迹图可以看出2大趋势：第一是范围不再局限于过去的所谓西南空域，整条所谓海峡中线都被常态性的穿越。实际上，大陆从未承认过这条线。第二是采用机种的无人化，解放军开始运用不少长航程的无人机。台媒称，去年9月只有4种无人机近距离巡台，然而就在短短2个月后 ，BZK005 无人机便在台西南空域长途飞行，这或将成为新1年里解放军巡台的新常态，更加考验台军的反应力。BZK005 曾2次获得国家科技进步1等奖，2015年还曾参加抗战胜利70周年阅兵。我们能看得出来，解放军的这个体系化的练兵啊，那么应该来说呢，在这个新年。那么可以说是也在不断的推进。这次的出现的2款的这个无人机呢，也是之前我们在这个台海区域看到的大量的国产无人机中的，可以说作为代表。那么应该来说，在我们的这个能力建设上，现在无论是从无人的这些体系，包括我们说整个的这个在这个网络体系的支撑之下的一个完整的作战的更大的体系，涉及到海陆空
甚至天电的这种配合的体系呢，应该来说构建的是越来越完备的。观察指出，解放军提高在台海周边演习的频率，是为了应对美台持续的军事勾连。外界注意到，解放军基建此次大规模绕台之际，正值长期关注台湾安全议题的美国退役海军上将、美军前印太司令戴维森率团窜台，并与蔡英文当局会面。尽管戴维森宣称此次仅以美国普通公民身份登台，但他曾因渲染台海冲突时间表而引发巨大舆论争议。而就在几天前，戴维森曾经在印太司令部的副官、美空军4星上将米尼汉也延续他此前的论调，变本加厉地炒作美中在台海可能发生冲突，招致美国舆论和国际社会的大量批评。美国的将领，他们无论是现役或退役，他们所炮制这些议题的目的，并不是说为了美国的军队，为了美国的老百姓，为了美国的和平。他其实还是为了，首先是自己的利益。你看呢，他们这些行动更多的是什么？在美国的这个国防授权法案的这个内容之中，更多的插入自己军兵种，包括自己背后的军事工业复合体所需要的内容，希望给美国的军兵种和军事工业体系去崛起利益。而美国方面在这个区域的越来越多的炒作的，最后呢，只能会让局势变得更为不稳定，更有不确定性。岛内舆论普遍担忧，在美国一些军官和政客不负责任的言论下，本就高度紧张的台海局势会因美国会新任众议长麦卡锡可能的窜台而火上浇油。台湾媒体人张宇轩在社交平台发文指出，作为美国在野党领袖的麦卡锡窜台，不可能带来任何实质军售、经济，甚至台当局与美方协定上的任何承诺或援助。唯一能做的只有政治性的声援，付出的代价却是打破中美及台湾地区的平静。剩下的唯有麦卡锡个人的利益，在经历多次杯葛以及党内分歧，这才踉跄上台。不管是成立中国事务专责委员会，或是仿效佩洛西窜台，麦卡锡都是为了巩固国内选举以及钳制拜登政府。眼下，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即将访问北京。美国政治新闻网披露，此行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试图恢复因佩洛西登台而被中方取消的中美两军战区领导通话、中美国防部工作会晤以及中美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会议。台湾地区前外事官员介文吉认为，美国疯狂打台湾牌，实际上是一种充满焦虑感的自救行为。到目前为止，各种手段效果都不大。你看贸易制裁结果，美中贸易去年还创新高了。那另外科技战，美国也要付出很大的这些成本，而且它的边际效益递减，只有一个台湾牌。那台湾牌的话，说实话，真的是对美国来讲，真的哈，那个比那个类固醇哦，还有那个哈强效的这个抗生素哦，有用多了。已经不是救美国从老大变老二了，而是救美国现在国内矛盾重重。美国一定到外界去寻找一个敌人，解决它内部的矛盾。而从上次佩洛西窜台的结果来看，近2/3的台湾民众对佩洛西的作秀表示厌恶。介文吉预测，麦卡锡这次如果登台，不但不会对美国本身产生什么有益影响，反而可能进一步扭转台湾的民意，令更多的岛内民众期盼两岸和平统一。麦卡锡来台湾，那会对台湾内部会产生什么影响呢？我认为会进一步造成台湾内部的民意转向，因为上一次佩洛西到台湾来，台湾老百姓对于民进党执政党的抗中保台的政策已经失去信心了。你如果说这个麦卡锡来又增加这个军事的压力程度那我觉得台湾的民意会更倾向于怎么讲呢？希望用和平的方式。由台湾劳动党、统一联盟党等20多个岛内爱国党派团体组成的两岸和平发展论坛1月30号发表声明指出，台湾不应当美国棋子，不应做美国政客的造势工具。为此，两岸和平发展论坛在全台发动联署，唤醒台湾人民的危机意识，汇聚强烈不满的民意压力，强力反对麦卡锡来台制造台海危机，以争取台海和平的一线可能。针对麦卡锡计划窜访中国台湾地区的问题，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曾在1月30号的例行记者会上回应表示，中方一贯反对建交国同中国台湾地区开展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美方有关议员应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3个联合公报规定，不要做影响中美关系、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的事情。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管瑶。管先生您好。美国总统拜登下周2将发表1年1度的国情咨文讲话，但有白宫官员周2提前放风，称国情咨文将再谈所谓中国与俄罗斯挑战。那么您对此有何前瞻？
好的，主持人。那么选在晚间电视黄金时段上国会山发表讲话，谈内政外交呢，这是美国总统面向公众的一个年度功课。那么今年啊，实际上这功课尤其是不一样。过去呢，在拜登身后显眼的位置表演起立鼓掌的本党众议长佩洛西老太太，已经换成了随时准备挑刺发难的共和党众议长，起立还鼓掌那是不可能的。那么麦卡锡他跌跌撞撞经历15轮投票才走上美国政坛权力的第3号大位。按照美国媒体的爆料，这是一系列内幕交易的结果。那么麦卡锡早就被美媒贴上了跛脚鸭众议长的标签，那么被嘲讽上任伊始就已经交出了太多的这个权力。所以啊，基于美式的政客算计，那么这也正是共和党众议长表演强硬死磕这个戏码的大好的机会。今天呢，拜登特别安排在白宫见麦卡锡，也是要争取做提前的勾兑。国情咨文主要是讲给老百姓听的，自然呢大多聚焦内政议程。今年呢更不例外。那么就拜登而言呢，内政挑战可谓是火烧眉毛。首先，政府的财赤上限问题，如果国会不松口达成妥协，那么政府关门一幕又将会在美国上演。《纽约时报》今天的标题说，在债务上限的这个恶斗中啊，共和党人始终对所谓的减债目标不松口。昨天呢，这两人已经在隔空掰手腕了。拜登在纽约出席一场筹款活动后对记者说，麦卡锡是个体面人，但是啊，他要兼顾党内的强硬派。共和党现在已经不是那个能合作的政党了。但是呢，麦卡锡同日就强硬回击，指责白宫的这个表态是所谓的 childish， 是小儿科。那么他随即啊向记者抛出了2个灵魂追问：为什么拜登你把美国经济置于如此的险境？为什么你要玩政治的把戏？其次，拜登啊，他虽然老迈，但是呢，还是对竞选连任有期待、有想法。但是在正式宣布下场竞选之前，那么作为首位私宅已经被联邦特工搜查的在任总统，拜登啊，他得先从文件门丑闻中爬出来。也只有了解了这样一个背景，我们才能对国安会发言人科比昨天对所谓中俄挑战的这个预告有更加透彻全面的理解与把握。说白了，外交议程并不是国情咨文的重点，但是啊，正因为内政得分难，甚至呢根本没戏，拜登就有更加强烈的动机去渲染自己的外交得分。当然了，这也从一个侧面来见证中美关系现在的承压现状。中美关系公认是全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那么在您看来，中美关系正承受哪些压力呢？我们不妨看看科比他到底是如何吹风的。当然了，现在美国外交安全的头号议程是加码军援乌克兰，这里呢先不讨论。那科比啊，他指名道姓声称拜登将会就此进行讨论，并且啊要让美国人民确信美国为应对中国带来的全球挑战已经做好了准备。他的原话是 ：“We are ready to meet across the globe the challenges posed by the PRC。”美媒呢也特别注意到这样一个时点，在拜登发表国情咨文的前一天，国务卿布林肯预定将会结束为期2天的访华行程。那么美媒现在已经普遍在报道，布林肯预计将会在本周日对华展开2天的访问。我周一啊在节目中曾经评论，这是势在必行的访问，是迟来的访问。那么这恐怕也是压力极大的一次访问。今天啊，《华盛顿时报》的报道标题就说，台海、朝核以及其他一系列的棘手问题笼罩着布林肯的中国行。美报说法是，中美关系重启面临着一系列政策雷，外界对此访重启中美双边关系前景是预期较低的，是所谓的 low expectations。一个值得我们关注的行程细节就是，如果美国媒体有关布林肯周日访华的这个报道属实，那么现在满打满算只隔了3天，但是呢，至今中美2国都没有官宣这次行程，那这其中的意味当然值得探究琢磨。这2天，美国媒体也都在报道一个匪夷所思的事态，但是呢，它印证的恰恰是中美关系承压之重的这样的一个冰冷现实。一家中资企业在美国北达科塔州的这个投资建设了一家玉米加工厂。那么前年呢，这个项目签字开工时啊，曾经被北达科塔州的这个州长欢呼为经济双赢的大手笔的合作项目。但是啊，如今这一投资很可能要黄了。最大的阻力竟然是来自美国空军。
昨天，美国空军助理作战部长安德鲁·亨特他的一封内部评估信被北达科他州的2位参议员公开了。那么，亨特在这封信中指责说，中资玉米厂的这个项目构成重大的安全威胁，也就是英文所谓的 significant threat。而亨特举证，不过是这个加工厂的选址与美军大福克斯空军基地它的直线距离不超过15英里，也就是24公里。那么至于这个玉米加工厂如何威胁到美国空军的安全，大概也只有美军才能够强词夺理给出解释，以致《纽约时报》今天都在感叹，曾经被视作中美经济合作双赢的玉米厂投资案，它的起落沉浮，见证了中企中资在美遭遇了何种政治逆流。难怪美国前财长博尔森前2天要再度吐槽，白宫推动对华经济脱钩的努力正在全面损害美国经济。美印周二达成军备及人工智能等尖端技术领域合作协议。美总统国安事务助理沙利文又在拿中国说事儿，您对此又是如何看？沙利文与印度国安顾问多瓦尔率2国的情报高官在白宫开会之后宣布了上述协议。路透社昨天发自华盛顿的电稿标题说，美印将会在军事以及人工智能领域合力与中国竞争。那么至于印度媒体的炒作，那就更是咄咄逼人了。今天《印度时报》的标题说，面对中国挑战，美印将把战略与科技关系推上新台阶。今天《印度斯坦时报》也声称说，美印军备合作的第一个大动作将是把美国G1公司的414型军用喷气式发动机那么引入印度来生产。但是呢，正如路透社报道所指出的，美印在军备领域合作到底能够走多远，外界其实并不看好。首先，美方对军用技术转移向来苛刻，附加条件极多。那么其次，印军军备主要是从俄罗斯采购，印度军备的制式转换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但是呢，美印达成最新的协议，包括美国防长奥斯汀最新对韩国以及菲律宾的访问，尤其媒体盛传奥斯汀将会在访问菲律宾期间宣布对菲律宾扩大军事基地的租用，加上此前美日2+2会议达成的所谓美军驻冲绳的军力重整的这样的安排，以及美国最新在芯片以及其他尖端科技领域的一系列的动作，都在见证美国针对中国的布局一直在持续推进，在持续的落子。现在看来，美方主要呢是双向发力，也就是军事安全领域的前置布局与军力重整，在芯片以及人工智能等等高新技术领域的全面围堵。美方不仅自己在做，在寻求遏制，也在裹挟更多的盟友或者是伙伴加入。现在看来，这2个小圈子对华遏制围堵链正在接近构成闭环，这呢是我们必须要警惕的。好的，也谢谢管先生跟我们共同在线分享您的观点，谢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近预测显示，2023年中国经济增速将大幅升至5.2%。那么春节期间，中国经济强劲复苏，给全世界留下深刻印象。但外部环境仍不容乐观，受通胀高企、经济前景暗淡和金融条件收紧等因素影响，包括欧美等国在内的世界主要发达经济体，2023年增长预期普遍遭到下调，全球经济发展将面临持续逆风的煎熬。在此背景下，逆风中奔跑的中国被视为拉动2023年全球经济免于衰退的关键引擎。1月31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更新版世界经济展望报告称，随着中国政府优化防疫政策，采取利好经济措施，预计2023年中国经济增长率将升至5.2%。深圳卫视注意到，去年1月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中国的经济增长率的预测为4.4%，这意味着在春节过后，该机构将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测值大幅提高了0.8个百分点。这在全球多家权威组织机构中也相当普遍。联合国、世界银行、摩根大通、高盛等也纷纷大幅调高中国经济增长预期。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报告也指出，全球经济正面临下行风险。据预测，全球增长将从2022年的3.4%下降至2023年的2.9%，低于2000年至2019年间3.8%的历史平均值。而联合国2023年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报告更为悲观，预计2023年世界经济增长将降至1.9%，欧美等世界主要发达经济体仅有1.2%。
最悲观的是世界银行，预测全球经济增长率仅为1.7%，是近30年来第3低的数据。在此逆风背景下，中国被视为拉动2023年全球经济免于衰退的关键引擎。国际资本市场也纷纷布局中国。今年1月以来，北向资金累计净买入额达1412.90亿元，再度刷新沪深股通单月净买入的新高。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称，全球投资者正以近乎创纪录的速度涌入新兴市场国家，其中大部分用于投资中国资产。美国巴伦周刊网站则指出，随着防疫政策优化，中国股市出现大幅上涨，今年众多股票还可能继续走高。当前全球的主要的国际组织都把中国在2023年的经济增长的目标进行了上调，说明中国经济发展所具有的强大的韧性、巨大的经济发展的潜力空间。整个中国经济增长的向好的这个基本面并没有发生改变。那么相对别的发达国家来看的话，经历过这个高通胀等等一系列问题的困扰，那么2023年全球的很多主要国家的经济将进入到一个低迷期，这样中国经济对比式的发展的这一个状态，更加凸显中国对全球经济所做出的这个独特的贡献。英国金融时报、美国纽约时报、新加坡联合早报等全球主流媒体关注春节期间中国经济的强劲复苏势头。多家境外主流媒体纷纷报道，1月份中国内地电影总票房突破100亿元人民币，刷新最快破100亿元的历史记录。作为一项重要的经济指标，中国1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升至50.1%，重回扩张区间，出现4个月以来的首次扩张，显示中国制造业景气水平明显回升。全国多地也从新年开始全力多举措恢复生产、扩大消费，多省市包机出海招商，为经济发展按下加速键。继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访韩以后，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也乘坐末日飞机飞赴韩国，与韩国防长李钟燮就强化美韩联合军演进行会谈。双方表示将继续加强针对朝鲜核岛威胁的延伸威慑能力，扩大联合军演规模及训练水平。美战略武装力量未来将更频繁地出现在半岛地区。双方表示将尽快举行美日韩安保会议，继续推动美日韩3方导弹信息共享。美国防长奥斯汀与韩国国防部长官李钟燮1月31号在首尔会面，并在会后发表联合声明。两国防长重申了加强实施美国延伸威慑措施，双方将进一步提高今年美韩联合军演的水平，扩大军演规模。所谓延伸威慑，指美国将在盟国遭到核威胁或攻击时提供核保护伞，动用常规武器和导弹防御系统，像保卫本土一样保卫盟国。저와 오스틴 장관은 한반도에서의 힘에 의한 평화를 구현하기 위해 연합연습 및 훈련의 규모와 수준을 더 확대하고 강화해 나가기로 하였습니다. 아울러 연합 야외 기동훈련 확대 시행, 대규모 연합 합동 화력 시범 등을 통해 연합 방위를 위한 동맹의 능력과 태세를 더욱 강화해 나가기로 하였습니다. Deployed fifth generation aircraft, F-22s, F-35s. We also deployed a carrier strike group to visit the peninsula. You can look for more of that kind of activity going forward. 这次它的这个核保护升级呢，实际上我认为应该首先是一个政治上的态度，那么算是承认了朝鲜这个拥有核武器的这样的一个地位。那么其次呢，才是说具体怎么使用武器去威慑朝鲜。至于说它部署这个核武器的步伐呢，我觉得最先可能的就是这个跟韩国签订一个核共享计划。就是事实上，围绕核武问题，美韩领导人曾闹得很不愉快。今年年初，韩国总统尹锡悦公开透露，韩美正在商讨将美国的核战斗力以联合策划、联合演习概念进行运用的方案。尹锡悦表示，核武器虽然属于美国，但韩美应该携手进行情报共享、策划和演习。美国也对此持相当肯定的态度。然而，美国总统拜登被记者问及这一方案时，却明确表示没有。这番表态令韩国方面相当尴尬。有分析指出，奥斯汀此行也意在抚慰盟友。奥斯汀在会谈中重申，美国对韩协防承诺坚如磐石。The states and the ROK are committed to the denuclearization of the Korean Peninsula, and we've long been that way.
The U.S. commitment to the defense of Korea is ironclad. You heard us say that a number of times, but that's just not a slogan. It is what we're all about. That commitment is ironclad. And our extended deterrence is at the heart of that commitment. 奥斯汀当天还在韩联社发表题为“同盟已做好准备”的署名文章。文章说，向美韩任何一国发起挑战，等同于向美韩同盟发起挑战。这一承诺包括美国常规武器、核武、反导力量，以及部署在前沿的2.85万名驻韩美军官兵。奥斯汀表示，美韩同盟的力量包括第5代 F-35战斗机、反导平台、部署在乌山空军基地的 U-2侦察机等情报侦察监视能力，而美国的延伸威慑承诺为其提供后盾。值得注意的是，朝鲜方面目前尚未就美韩上述言论作出回应。1月29号，朝鲜外务省负责美国事务的局长全正根在朝中社发表谈话，谴责美方在为应对某一方的挑衅提供延伸威慑力的幌子下，不断向朝鲜半岛提供核打击手段。你现在常规武器你确实占优势，但是核武器方面你等于完全没有。那实际上你如果站在韩国的角度呢，那要不我就自己发展核武器，要不就是说美国给我提供核保护。那么实际上美国就是说废除了它的这种自行发展核武器的选项，而转向就是说纳入美国的核保护伞之列。尹锡悦上台后，韩国对朝鲜采取强硬政策，对美国则进一步靠拢。韩国《朝鲜日报》1月31号民调显示，76%的韩国民众表示，韩国需要独立开发核武器。不过，值得一提的是，奥斯汀是乘坐被称为“末日飞机”的14B 空中指挥机，飞抵位于京畿道平泽市的乌山空军基地，开始其韩国访问行程的。14B 空中指挥机由波音747-200B 飞机改造而成，是空军1号的姊妹飞机。由于在核战争爆发时，该机可指挥洲际导弹、核轰炸机、核潜艇等美国所有核战斗力和陆海空部队，因此也被称为末日飞机。14B 飞机携带特殊设备，包括一根约8公里长的拖曳天线，确保即使地面指挥中心被摧毁，机上总统及其高级官员也能与核潜艇舰队保持联系。此外，14B 可以在空中加油，在空中能够停留长达1周。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的末日飞机一直处于待命状态。当美国总统在国内时，至少有一架14B在内布拉斯加州奥马哈市的奥夫特空军基地全天保持准备状态，以防万一。据报道，在美国总统对国外进行访问时，也会有一架末日飞机随同。它是一个这个联合作战指挥所，当然它有这个在核战之中进行这种空中指挥美军的能力所以也被称为末日这个核战飞机。但是呢，它恰好就是美国国防部长的专机。实际上，美国国防部长经常在出访之中使用这个14B 专机。2002年5月，美国的末日飞机就曾在拜登访问韩国前夕故意暴露航迹。当时有飞机追踪网站消息透露，14B 空中指挥机出没于日本上空，连同伴飞的多架空中加油机在内，都启动了通信设备，故意向民间的航迹跟踪网站暴露飞机轨迹。分析认为，这表示在美国总统拜登访问韩日两国前夕，美国向半岛大秀肌肉，释放警告信号。结束韩国之行后，美国防长奥斯汀又前往菲律宾访问。在行前，美方官员还向媒体放风称，希望本周达成协议，在菲增设多达4个美国军事基地。外界注意到，就在上个月，美国已宣布启用关岛的一处新基地，这也是近70年来美国海军陆战队新建的首个基地。美方高调在印太方向布局，暗藏何种图谋？来看看报道。奥斯汀是继去年11月美国副总统哈里斯之后，又一位访问菲律宾的美国政府高级官员。据菲律宾马尼拉公报报道，2月2号，菲律宾总统马克思将与之进行礼节性会面，而菲防长也将首次与奥斯汀举行会谈。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称，双方将加强美菲两国之间的所有军事协议，包括共同防御条约、访问部队协议、加强防务合作协议。根据2014年美菲加强防务合作协议，美军已获准进入5个菲律宾军事基地，他们可以在这些基地无限期轮换。据白宫的说法，美国将斥资8200万美元对现有的5个军事基地进行新建或者改造，并增加对当地的投资。奥斯汀此访最重要的议题就是希望本周与菲律宾达成协议，在菲增设多达4个美国军事基地。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称，多名美国国防官员表示，美国军方在非增设军事基地是印太地区军力态势持续转变的一部分。而为了与非达成这项协议，美国已经付出了长达数月的努力。美国承诺向菲律宾提供包括无人机在内的军事援助。据悉，美方要求新增的4个基地中，有2个基地可能位于菲律宾北部的吕宋岛和西南部的巴拉望省。目前尚不清楚另外2个基地的位置以及涉及美军的数量。去年11月，美国副总统哈里斯访菲期间，就曾专程前往巴拉望省，大谈所谓航行自由。巴拉望岛距离中国南沙群岛只有100多公里，美国一直希望在这里得到一个新的军事基地。而吕宋岛是菲律宾距离台湾最近的大岛，二者距离约为360公里，二者之间的水道就是巴士海峡。美国媒体分析称，在这2个地区增设美军基地，将使美军获得重要的战略位置。一旦台湾海峡或南海发生冲突，美军可以从这些基地发动行动。菲律宾这个地区呢，对南海地区的这个距离也是比较近的所以说它如果在这里进行军事部署的话呢，实际上对于美国在战时控制南海尤其是这个南沙一带是有很大的地利上的优势的所以说呢，美国很积极在这方面做工作。事实上，菲律宾曾是美国殖民地，自1951年以来一直是美国的条约盟友国。美国在菲律宾曾经拥有多处军事基地和大量驻军。1992年，美国关闭在菲最后一处军事基地苏比克湾基地，这也是美军当时在亚洲最大的海外军事设施。随着美国不断推进印太战略，外界高度关注美军是否将重启苏比克湾。菲律宾总统马克思在1月举行的达沃斯论坛上曾表示，他预计美国和菲律宾之间的军事关系将加强，但排除了重启美军在苏比克湾和克拉克的前军事基地的可能性。他还指出，允许外国在本国领土设有军事基地是违反菲律宾宪法的。谈及南海问题时，马克思则表示，这一问题让他夜不能寐。菲律宾奉行和平政策，军事手段绝对不是南海问题的解决方案。他强调，军备竞赛不是菲律宾的选项，南海地区的未来必须由该地区决定，而不是由外部势力决定。到底美国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谈成这4个军事基地，或者说他付出一个很大的代价，可能不一定能得到他全部想要的。比如说菲律宾就给了他2个，包括对于这个军事部署的这个规模有一定的限制这都是很有可能的。所以我觉得现在呢还在一个僵持期，而不是在一个就是说可以确定的时间但是我觉得美国不会一无所得的，一定会得到一部分或者大部分他想要的东西。值得注意的是，在所谓第一岛链北部方向的日本，美军近年来也在强化军事存在。本月早些时候，美国宣布在冲绳部署一支海军陆战队滨海作战团，该部队拥有先进的情报和监视能力，以及发射反舰导弹的能力。一名美国官员称，此举是多年来美国在该地区军事力量态势的最重大调整之一。冲绳岛距离台湾北部不到400公里，美方还支持日本在宫古海峡的南北两端部署射程超过1000公里的导弹。此外，1月26号，美国海军陆战队正式启用了太平洋战略要地关岛的布拉兹营基地。这是美国海军陆战队近70年来新建的首个基地，能够容纳5000名海军陆战队员。司令伯格上将当天表示，关岛是一个起到战略中心作用的好地方，将为陆战队、联合作战部队、盟友和伙伴们提供极好的训练机会。值得注意的是，布拉兹营基地是依据美国和日本2012年签署的一项协议建立的，总耗资86亿美元当中的30亿美元由日本提供。那项协议计划将数以千计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及其家属调离日本冲绳，一方面减轻美国驻军对当地小区的负面影响，另一方面在面对中方军力不断增强时，调整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兵力部署。美海军陆战队网站资料显示，布拉兹营基地为加强印太地区安全与稳定，担负起美军的战略后勤中心作用，为美国国防部掌握威慑和防御能力扮演关键角色。此外，美国空军据信也在位于关岛附近的天宁岛扩建机场。分析人士认为，该机场完成扩建后，很可能被美军当作关岛安德森空军基地的备份，为其在西太平洋地区的行动提供支持。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石红。石先生您好。美国防长奥斯汀访问韩国，承诺将在韩国部署更多美军战略武器。而韩国总统尹锡悦此前宣称，美韩正讨论联合策划和联合演习运用美国核战力的方案。那么这些信息是否意味着美国向韩国打开核保护伞？首先，这些信息再次说明，美国是世界动乱之源。
美国现在呢是在全世界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这是因为美国的发展遇到了问题，而且很难解决。于是美国就想着依靠自己的强势军力搞乱全世界，阻挠别人发展。只要别人无法发展，美国就能继续保持霸权嘛。其次呢，韩国在美国印太战略棋盘中的分量在进一步加大。尹锡悦上台之后呢，立即选边站队使韩国进一步倒向美国，而这也正中美国下怀。使美国期盼了数十年的美日韩三角军事同盟呢有望实现。因此呢，美国对韩国承诺部署更多战略武器，是为了将韩国呢紧紧绑牢，抓紧推进美日韩军事同盟。需要强调的是美国在1953年之后就一直向韩国提供核保护伞，并且根据1953年签署的美韩共同防御条约，在1958年到1991年期间呢，在韩国领土上部署过核武器。因此美国现在的承诺和尹锡悦的言论并非什么新鲜玩意儿，而是呢将冷战时期的做法呢重新拾起来，甚至呢进一步扩展。例如呢像北约那样与韩国进行了核共享。美韩现在呢拿朝鲜说事真实目的呢则是持续加大对中国的军事压力，以及呢从东面对俄罗斯施加呢军事压力。美国战略呢既公开将中俄列为呢主要战略竞争对手，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为其既定战略服务的。奥斯汀在访韩之后又到菲律宾访问，希望在当地增设4个美国军事基地。那么美国此举意欲何为？美国《华尔街日报》已经说得很明确，美国此举是为了对抗中国。准确地说，美国在菲律宾增设军事基地是为了强化其在南海的军事存在，从南面对中国进行战略包围。近年来，美军舰机明显加大了在南海的所谓自由巡航活动，并且不断在南海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多次擅闯或南海岛礁12海里。不仅如此美国近年来还加紧拉拢南海周边国家，招呼欧洲国家派舰机到南海来，目的呢都是为了构建的对华战略包围圈。菲律宾的地理位置十分特殊，其西面纵向基本面向呢整个南海，而其东面呢是广阔的菲律宾海。冷战时期呢，美国就是通过在菲律宾设置的苏比克湾海军基地和克拉克空军基地，对南海的控制力非常强。后来美国虽然被迫撤离了菲律宾，但美国呢又通过1998年与菲律宾签署的访问部队协议，让美军再度重返菲律宾。但美国呢对此并不满足，因为现在设置在菲律宾的美国军事基地规模都不大，难以支撑大量的美国海空兵力进驻，所以美国现在呢就想通过呢在菲律宾增设呢新的军事基地，来加强美军在菲律宾的军事存在。此外呢，美国可能还会对菲律宾进一步施压，让菲律宾同意将现在的美军临时部署方式改为永久部署方式，以便呢对南海实施更强的控制。好的，也谢谢石先生跟我们共同在线分享您的观点，谢谢。